欢迎大家来到第3集的你怎么看？我是海兰，我是妹。本节目与 FM96.7 环宇广播电台联合播出，主要借由时事讨论两性议题、人生哲学以及生活中的趣闻分享。那昨天呢，就是刚好我们有一群朋友在线上聊天，聊到了睡觉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要今天来跟海兰聊一下关于睡觉的问题。睡觉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情侣嘛，所以我们现在住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刚好呢，昨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超级有默契的，可能是因为下雨天的关系，一整天都在睡觉起床吃饭，睡觉起床吃饭，然后到半夜的时候开始聊天，睡不着，睡醒醒的吗？对，可是可能这证明我们才是年轻人啊，是吗？你觉得？年轻人确实睡眠时间会比年长的人多啦，但我觉得主要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前一天是不是有出去玩？对，我们从台北开车杀到桃园中立夜市，然后什么都没开，因为下大雨，超级冷的耶，那时候我冷到就是想要叫大家一起回去了。而且重点是，就是因为我本人对于体感有时候会有一种失常的判断，然后我就觉得说，应该还好吧，因为坐在车上也很温暖，然后我就穿一个牛仔外套跟一个很薄的长袖。结果一到中立夜市之后，发现怎么比台北还要冷。然后呢，因为我身边这一位也是非常怕冷的人，所以当然不可能上演那种罗曼蒂克的韩剧，说，我外套给你穿，没有，因为他看起来比我还要冷，所以我就基本上就是靠着自己，然后在那一天生存下来。辛苦你了。那我们这集就要来聊聊关于情侣之间的睡觉习惯。那第一题呢，我先想要来问一下海兰，你觉得你交往前跟交往后对你来说睡觉习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空间吧。我一个人睡的时候，有可能睡觉前是在床头，然后我睡醒的时候在床尾，就代表说我睡眠的这段时间移动空间是很大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我的肩膀不好，我右肩就是觉得酸痛这样，所以我睡觉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侧左边，有时候会侧右边，这样子我一个人睡的时候会动来动去，但是情侣一起睡的时候其实不能一直动来动去，对我来说其实影响蛮大的吧。我刚好也是右边的肩膀，就是睡一睡会痛，所以我觉得这点真的是超奇怪，很刚好。其实我自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睡眠习惯，我是一个到哪都能睡，也不认床，然后从小跟阿嬷一起睡觉长大，所以很习惯旁边有人，自己睡也很 OK。只是我觉得可能情侣一起睡觉对我来说会有多了一种安心感。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就是妹你从小到大自己一个人睡的时间是不是很少啊？因为我们家很多人，所以我们每次换房子搬家的时候，就是房间不够啊，所以就只能跟阿嬷一起睡。所以我自己睡的时间大概就只有国中那段时间。后来全家就是住在一起之后，我就是跟阿嬷睡到大学。我觉得这个应该对你来说有很大影响。如果一个人睡的时候会莫名的不安，因为你一个人睡的时间很少啊。像我一个人睡习惯了嘛，就是旁边多一个人，有时候会觉得要习惯一下。你应该是反过来，所以我们睡眠习惯应该是差蛮多的。因为我跟我阿嬷虽然是一起睡，但是我们是就是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所以我们是两张床并在一起，但是是分开睡。所以其实我们不会碰到对方，我们有一个边界线，我们只是床并在一起很大张，但是大家都各睡各个边边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这样其实算不算一起睡，因为就同个房间这样。算吧，我觉得有没有同一个房间很重要就是你同个房间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啊？所以你觉得你最大的交往前跟交往后最大的习惯是因为你觉得你的睡觉的空间吗？对啊，但是被我压缩。我们有提出改善的方法，就是有一段时间是不是我在地板有铺一个床垫，这样子我就可以有时候要睡觉我就可以往下去躺，因为我也不是每一天都会觉得空间被压缩，我就是偶尔很累的时候吧，很累的时候我睡觉会乱动吗？就是有的时候我会知道说我那一天睡眠状况不是很好，在我睡前之前我就知道，我就可能会想要往下睡，或者是明天要早起，我可能就会睡地板那个床铺，我会比较好早起。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个人在你睡地板的时候又过去睡地板。但我觉得地板床大一点啊。对，那地板床垫好像比较大。
对啊，但是应该没有那么好睡。好，那第二题我想要问一下海兰，因为我们之前有聊过说，你觉得就是承接上一题，你觉得情侣或夫妻其实是可以同房但分床睡，因为你有说嘛，你容易睡不好。那你觉得现在这个睡不好的情况有没有稍微改善，还是你觉得一定还是要分房睡比较好？分房还分床？分床，分房是想怎样？分床睡？我觉得分床睡主要还是看空间。如果是双人床加大，就像我家里那一张的话，当然不用分床睡，因为够大嘛。但是如果是两个单人床的话，我就是强烈建议就是要2张。你有时候可以并在一起，有时候可以分开，因为两个人在一张双人床上面睡觉，很影响明天的状态，很容易睡很久，因为两个人靠很近齁，那个催产素会一直分泌，你就会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然后明天就起不来。所以我觉得分床睡，如果是单人床的话，蛮有必要的啊。其实我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这2天我都有在上网看一些就是关于睡觉的一些研究。其实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说，分床睡不一定会影响夫妻的感情，有时候是会增加，就是情侣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想说，哦，真的哦。然后他就写说什么1/3啊，研究有1/3的比例的人都是很喜欢分床睡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就是我原本的观念会觉得说，比较传统一点，分床可能会渐渐的感情会比较不好，或是干嘛。因为当你习惯了分开，你就会觉得哇，自己一个人很好。这个我觉得大家一定是觉得哇，伸展啊，然后什么就太棒了，然后你就会渐渐的更不想要睡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常睡在一起的话，会不会养成这个习惯，反而会让你想要睡在一起？我是因为是抱持这个想法，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是蛮抗拒分开睡。然后就是每一次，因为我们那个床很小，对啊，我们租屋处的那个床小，就是我们其实也蛮奇怪的。我们明明就有2-3个房间，但是因为我们租整个家庭式，但是我们就是只睡同一个房间，感觉有点浪费空间。然后因为就是会变成说，他睡觉会乱动，然后呢，我睡觉其实我也会乱动，可是我会因为旁边有人会收敛，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潜意识会收敛，然后睡觉的时候就变得不太敢动。其实我也收敛了，真的哦。对，我原本动得更大。然后就会变成说，我起来的时候想上厕所，我就会一直想说，我到底要不要起来上厕所？要不要起来上厕所？因为起来上厕所之后，很有可能他随便动一个角度，我的那个原本的小空间就整个没有，然后我又要把它拨开，躺回到那个墙壁与它之间的那个棺材的距离，就是很窄。没有，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很容易醒来。我很容易醒来。对，其实我觉得是最近，就是这几个月才开始容易醒来。然后但其实我还有看到那个研究，还有就是特别说一件事，就是分开睡的话，很大原因是因为很多人的情侣或是夫妻都会有什么打呼啊，然后什么说梦话、磨牙这些习惯，所以很影响另一半的睡觉的睡眠品质，就是因为影响，然后你睡不好起来就容易心情差，然后更容易吵架。但是因为这种问题，你又很难去说，你走开啦，你不要跟我睡啦，然后都是你害我睡不好，就你也很难去抱怨给另外一半听，就是可能很多人会隐忍，所以他们研究就有说，因为这样子的状况会变成说，其实分开睡对于某些情侣或夫妻来说比较好。就是有些人他就是会打呼嘛，他就是会磨牙。尤其是中年的男性，我真的很多都会打呼。老婆总不可能每天就是忍着，然后跟他一起睡觉。我觉得就是提出来啊，然后就分床啊，就甚至分房睡，我觉得也 OK 啊。睡眠品质是最重要，对不对？大家都要上班，大家都要上学。对啊，其实我后来也觉得，如果偶尔同一个房间分床睡，好像也还不错。而且没有，我是说分房哦。分房哦？对啊。你是想要分房睡啊？如果你明天要上班上学，要很早起的话，分房睡应该是有助于你起床啦。好像也是。对啊，因为其实这很现实欸。我突然想到，我还没跟你在一起之前，其实我选另一半有一些标准，就是有一些想法。其中有一点就是不要睡觉打呼、磨牙这些，因为我觉得你要长久在一起的话，
这一点会蛮困扰我的。虽然说我已经是一个很好入睡的人，但是我还是会稍微就是观察一下。那有没有可能是有人到了中年才会开始打呼？对，我后来会想说，他现在都不会，因为他本来就不会打呼，也不会磨牙。但是他刚刚说中年，我就在思考中年这件事情。然后后来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办法特别避免。如果说你真的有，比如说你变胖，可能有呼吸中止症，然后或者说鼻间隔膜不是有那种手术可以去处理嘛？就好像其实也有一些应对的方法，好像也不用特别担心。你知道那个我爸爸就是有类似呼吸中止症，一般人打呼是这样，但是我爸打呼是这样。你说会抓不到他的节奏，不知道没有，他会突然这样子，就是吓到大家。你会觉得他怎么了这样子？对，就会想说怎么了？他就是有点呼吸中止症的问题。这个其实我是担心说他在60岁以后会更严重，然后这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因为我好像有看研究是说呼吸中止症会影响睡眠，或者是我不是专家，我不要乱讲好了。反正就是我就是担心他。如果大家好奇的话，也可以自己上网 Google， 会比我们来的更专业。对，我们两个在那边乱讲，我要对节目负责啦。对哦，而且我还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睡觉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一起合租嘛，所以我们的分房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我们如果吵架的话，我们可以有彼此的空间，因为我们其实前阵子就是刚一起住的时候，只要一吵架，我就很容易会夺门而出嘛，就会离开房间。我不想听，没有啦。我哪有这样子？可是就是后来想想，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去磨合的地方，然后后来就减少吵架了，然后那个房间就没有再用，就变成我的衣物间。我还是强烈建议你，如果隔天要早起，你还是跟我分房睡会好一点。你说跟你分房睡啊？对啊，因为好，其实我也会影响他，只是我自己会觉得他影响我，我可以接受，我没关系。但是其实我自己也会影响他，然后我就选择视而不见。不要恶性循环啊。那你觉得你睡觉有什么其他的小癖好吗？因为我其实没有特别发现。你要不要先讲你的？我知道你一个小癖好，跟许光汉一样。有一次在看那个唐老师的 Podcast 频道的时候，就是他不是有一集请许光汉吗？然后那集我们就一起看，然后许光汉最后结尾的时候就被里面的人问了一个问题，他的经纪人哦，是他经纪人吗？他经纪人爆料哦，就说他有睡觉的小癖好，就是他会喜欢摸那个棉被的边边角角，喜欢这样夹，他说冰冰凉凉的。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瞬间震惊，然后看对方，因为这不是就是我也会做的事情吗？对啊，而且你们都特别，你们讲的话术是一模一样。我就喜欢拨那个边边角角，然后冰冰凉凉的那个感觉很好，一模一样，原音重现。也不是每一件棉被都能入得了我们的眼。对，完全一样。他也是说有自己的小贝贝这样。对，就是那个冰冰凉凉跟那个棉的程度要刚刚好，因为那个手指缝划过去，就是反正就是一个怪癖，很奇怪。那你可以理解我这怪癖吗？没有，你没有跟观众讲最重要，你跟许光汉是同一天出生。等一下，不是同一天啦。是同一天啊。同年没有同年，就是同一天啊。同一天啊。对啊，这是另类的蹭到一下许光汉吗？没有，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很悬啊。你说刚好，然后那个小癖好还会一样。对啊，你们同一天，然后癖好也一样，我就觉得很酷。而且其实我很少听到有人跟我一样喜欢夹什么小贝贝，我每次说出来，人家都觉得说，就是小贝贝理解，然后夹棉被角不理解这样。我自己的小癖好吗？你有吗？我没有特别去注意耶。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睡在床的角落。这算什么癖好？你是有潜意识固定要去挤在那个角落睡觉的吗？还是？对，有的时候会是墙壁的那个角，有时候是外面的那个角，反正就是我都要睡边边。是不是这样对你来说比较安全？我不知道因为我知道你家的床真的很大，然后我都会睡超级边边，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自己活得很可怜这样，然后就睡那个边边角角。但这是习惯啊。可是其实你自己睡的时候，你在睡之前，你还有意识的时候，你会习惯睡在边边角角。但是你睡着之后，就是那个手脚直接就展开了，也没有、大展拳脚啊。对啊，也没有在
管那个边角啦。我有时候会就是这样子乱动，但是有时候是完全不动。你说你哦？对啊，就是我睡觉是有2种模式，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想到你有一个算癖好吗？还是习惯？就是你很喜欢，你好像一定要夹着枕头。哦，对啦，对，这才是我最大的癖好吗？就是他枕头都不会枕在脖子下面，我不用枕头的，我枕头一定是抱着或夹着，对啊，不然就不要用。就我其实很好奇，为什么你会那么喜欢夹着？因为我觉得很多枕头对我来说都太大了，我觉得这样长期躺会有乌龟颈还是其实你比较适合那种老人家戏说台湾用的那种竹子做的那种？没有，我就是不喜欢枕头，而且听那个医学就是讲说，人的脖子这一段如果整个东西，然后上面不要头这一段不要整东西会比较好。可是这样很不舒服那你可以买那个记忆枕啊，你好像没有买过那种。我觉得记忆枕超难睡，真的对，我超不喜欢记忆枕，所以我就养成不要用枕头的习惯，大概就这样。没有啊，你不是不用枕头的习惯，你是把枕头拿来夹，你还是有用到枕头。没有，我有时候也不用啊，就是我想说啊，我总不能枕头丢地上嘛，就是夹着啊就睡觉，然后长久以往枕头就变成我的抱枕这样。而且我还发现，因为我是习惯用枕头的，可是你都会把我的枕头拿来盖你的脸，就你为什么都会把枕头盖住你的脸，挡光线什么的？对，挡光线啊，有时候忘记关灯，我不想起来，那个是全世界最远的距离。就明明就是起来几步路，两三步路，没办法，就是我宁愿就是枕头挡脸，然后我睡一整晚。然后我就想说睡一睡怎么就是有一边突然被翘高，因为有一个人把我的枕头拿去挡他的脸，然后已经很挤了这样。好。那我还额外想要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有聊到说养宠物这件事情，就是人生愿望清单大概 top 前3，很希望可以，因为我们家有养宠物，可是毕竟狗会认一个主人2个主人啊，那我这种可能就是陌生人，就是家里认识的姐姐，但是不是它的最主要，所以我会想要有一个很自己就是可能一手养大的那种狗狗猫猫。那你是可以接受他们睡在床上的吗？我跟你讲，我没有任何养宠物的经验，我一定会跟你说可以，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行。但你不会过敏啊，对不对？对啊，我没有过敏啊，然后我也不会有洁癖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拒绝我的小狗狗上床。非典型处女座，完全没有洁癖。对啊，其实我是处女座，但是我对于干净完全没有什么要求，就是东西可以乱，但不要脏。你有什么一个范围吗？不要脏乱的范围？我一个人住的时候，能在外面吃我就在外面吃，我不太会点外卖。我觉得外卖的就是垃圾啊，放在房间，可能明天就丢掉了，但是就是放一天，那个都会有味道。真的对啊。你说你一个人住的时候会这样？对啊。我怎么听起来比较像是你懒得整理？不是，也是啊，也是啊，也是啊，就是其实就是懒惰这样。没有，我其实一个人住的时候我还蛮整洁的，因为我在家都超乱。那跟别人住是没有啊，就是可能我一个人住都是主要是宿舍，或者是虽然是在宿舍，可是我室友可能都不常回来，所以就等于一个人住嘛。我就会打理很干净，因为宿舍就是一小个桌子，我只要顾好那一部分就好。可能变成说现在搬出来就会有一些原形毕露啊，有需要改进的部分，我自己知道啊，就是垃圾要常丢，然后衣服要常洗，大概是这样。怎么有点像那种小学生宣言？我每天要做家事，然后写联络簿那种，然后家长要盖章。你觉得我进步很多吗？你说你的整洁吗？就是对啊，做家事什么的。我觉得会，比如说一开始叫你做一件家事，洗碗或什么，你就会好啦好啦，然后就是我说没关系啊，你不想做就没关系啊，就不要做。没有啦，但是你会表现出一开始的那种不耐烦吗？还是就是看得出来你是不想去做，但是你还是会去做。可是现在会变成说你要记得那个好，就是会默默的接受这件事情，习惯啊。就觉得也没什么啊。其实真的就是培养一个习惯，常常叫你做，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常做也就这样子而已，没有什么难的。人都要逼自己一下。我以为是我逼你。那我们回到刚刚，你觉得宠物是可以上床？当然啊，我没有理由不让它上床啊。有养宠物的人可以跟我们分享说，为什么不让宠物上床，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说我们没有想到的，我觉得一定有。
我上次滑的 IG 就有滑到那种影片，就有网友很有趣，他会写说，就那个影片是在讲说，我养狗第一天不行哦，你只能待在这里，这是你的窝，你要在这边睡觉。然后养狗1个礼拜，开始那个距离跟房间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呢，到最后可能房间床，然后房间地板这样，不行哦，你只能在这边，你不能上床，就是要划清界限，然后要给他树立规矩。再过可能半个月、1个月。哦，你好香哦，妈妈没有你不行啊，赶快过来跟妈妈一起睡啊，就会变成这样子。就是那个狗都一脸就得逞，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它也没做什么，然后就是人类自己把这个距离给缩短，然后自己慢慢的放下这些界限。像我们家的狗一开始也是说，哦不行，你只能待在你的窝，因为狗其实还是会有狗味，你知道吗？狗会有狗味，你闻得出来吗？闻得出来。因为其实自己养狗好像闻不出来会有狗味，我都闻不出来我们家有狗味。狗的嘴巴啊，嘴巴、泪腺啊，那个手就是那个脚掌都会有味道。对，但是自己会沉浸在好像闻不到的那种，就闻不太出来，因为你习惯了。嗯哼。可是其实旁边的人还是闻得出来，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如说毛发或是味道，就是不要一起睡会比较好。好像能够理解。那你没有这个洁癖啊？可能就是出席重要场合前要保持自己身体干净吧。那狗起床舔你的时候唤醒是可以的吗？应该可以吧。你说你可以接受？对啊，它不要吃屎就好。对，有的狗有的不是会吃自己大便吗？就是我忘记这是为什么，好像是缺乏什么维生素还是什么嘛？他们会把大出来的便便，然后再自己再所以你摸流浪狗的时候，我都很怕它们舔我。你说我自己会去摸流浪狗是吗？对啊，流浪猫也一样啊。你不知道那个嘴巴都很脏。你不知道他们的来时路。对啊。你说现在可能你很乖舔你，但是来的路上可能刚好有在吃。但是就是被它的外表给蒙骗了，当下就还是觉得好可爱好可怜哦，算了，脏脏的没关系。可是你不会想到说它可能刚刚有吃大便。对啊，一定要马上做清洁。对对对，这样就还好。那好，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好像其实我们习惯上没有差太多。我觉得宠物可以单独聊一集啊。你说宠物吗？对啊。好，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就来聊聊宠物的东西。好。其实我觉得情侣或夫妻呢，就是分开睡或一起睡，主要还是看彼此之间的磨合。因为其实研究写那么多说，有些比如说什么1/3喜欢分开睡增进感情，那有些人喜欢一起睡觉得增进感情，好，也没有一个对错。那大家也可以欢迎留言自己的看法。本节目与 FM96.7 环宇广播电台联合播出，你怎么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拜拜。